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保存猪肉我家从不放冰箱，奶奶辈流传下来的保存妙招，既不占用冰箱空间，还保存了猪肉的原汁原味，放得越久越好吃。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首先我们来将猪肉改刀成小块，这样方便清洗。说到保存猪肉，大部分朋友都会用保鲜袋装起来，就直接丢进冰箱里面了。没错，冰箱确实可以延长猪肉的保质期，只要将猪肉冻硬，就可以放得很久都不坏。但是长时间保存后的猪肉呢，一点也不好吃，它会慢慢脱水变干变柴，口味很差，腥味也重，和新鲜肉没法比。所以今天学会了这个方法，就不要再放冰箱了。新鲜猪皮呢，会有一些汗渍和猪毛，我们保存之前一定要先把它们处理干净，这样在后期保存的时候才不会滋生细菌。把锅烧热，大概烧至锅底冒烟，有一定的热度，我们将猪皮放入锅中烧一烧，用手按压猪皮转动方向，按压的力度不要太大，只要让猪皮和锅完全贴合就可以了。烫的时候可以在锅的底部呢随意移动，不要总是一个地方。如果锅内温度太高，可以用铲子压，以免烫手哦。这样做可以去除没有弄干净的毛，这一步还是为了破坏猪毛的汗腺，去除腥味。把猪皮烧至焦黄色就可以啦。就用这样的方法将后面的全部处理好。如果是储存大批量的猪肉，去购买的时候，老板有烧猪肉用的煤气喷枪，也可以叫老板提前帮处理一下，这样自己拿回来就方便很多了。烫好的猪皮放入清水中，然后用刀把猪皮上的焦黄色的部分刮干净。虽然看着焦黄，但很好处理的，轻轻一刮就掉了。这一步是不能少的，不然五花肉会很难吃，烧焦的部分会有苦味的。就刮到猪皮变成淡黄色就可以了，然后换水把五花肉清洗干净。这样处理好的五花肉一点都不腥，用来做菜会非常的香，所以即便是日常烹饪，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猪肉。全部清洗干净放回案板上。现在我们来把五花肉改刀的小块一些，这样后边呢会更好操作。如果家里边有那种大瓷坛子，就不需要改小块了。今天分享的方法呢，年轻人看着会很懵懂，但老年人看一眼就明白了。在他们那一辈，到现在可能保存猪肉呢，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做成腊肉，但懂的人都知道，腊肉只适合冬腊月来做，天气热是做不了的，会臭了坏掉。所以平时有猪不吃时呀，不想再喂了，都会用这样的方法呢来保存猪肉的。真的不得不佩服老一辈人的智慧，比冰箱冷冻出来的保存效果还要好。我们年轻人呢就是懒了。处理好的猪肉放入锅中，现在来给猪肉焯水，放入几个葱节，几片生姜，再加入少许的料酒，倒入多一些的冷水，给肉类食物焯水一定要冷水哦。焯水可以排除猪肉里边的血污部分，降低猪肉的腥膻等异味。之所以强调焯水一定要用冷水下锅，是因为如果用热水下锅，就会造成蛋白质凝固，血污和异味就跑不出来了。煮开以后呢，让它持续的再煮2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。用漏勺控水捞出来，放入温水中。我们把五花肉表面的泡沫呢给洗干净。猪肉经过焯水之后呢，温度会非常的高，所以我们在洗五花肉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用冷水，用温水将其清洗干净，肉质才不会遇冷收缩。
后期长时间储存也不会影响到肉质的口感。一块块的将浮沫清洗干净，然后放到簸箕上边沥干肉块表面的水分。跟着我们准备点料汁，锅中加入一把干辣椒，一个葱节，一块桂皮，一把冰糖，几片生姜片，一把花椒粒，几片香叶，一勺食盐，然后倒入1000毫升清水，大火将其烧开。在熬煮香料水的时候，切记不要放料酒哦，否则这个香料水在后期储存的时候会带有一股酸味。大火烧开之后，转中火再煮5分钟，把香料里面的香味全部熬煮出来，溶于水中。这个时间我们准备几个罐子，建议密封性要好一些的玻璃罐就行，不要用金属或者是塑料材质的，后期猪肉容易变味。我们把沥干水分的猪肉一块块的放进来，塞满几个罐子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塞好后就可以倒入刚刚煮好的料汁水了。料汁没过猪肉就可以，然后将其放入蒸锅中。盖子也轻轻地搭上来，这里放盖子主要是为了防止水蒸气滴入，所以大家不要把盖子拧紧，轻轻地搭上去就可以了。如果盖子拧紧了，蒸制的过程中容易发生爆炸。然后大火蒸30分钟左右，长时间的高温蒸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杀菌效果，这样呢就更有利于储存了。就算是几个月、半年之久，也不用担心它会变质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，我们把火关掉，趁热取出来，迅速的将盖子拧紧，一定要在它没有冷却之前把它赶紧密封起来。像这样子密封了之后，它就达到了一个真空的状态。不过在操作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因为现在的瓶子是非常的烫手的。然后就像这样将它放在一边，彻底的晾凉。在冷却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发现瓶盖的中间部分呢会凹陷进去，这是由于瓶子里边热胀冷缩造成的现象。当里边处于一个真空的状态，它的保质时间呢就会非常的长。有没有发现，它就和我们平时在超市里面购买的罐头是一样的，真空储存的状态。罐头食品的保存原理是基于良好的容器密封性能与合适的热力杀菌，在尽可能保证营养不被破坏的同时，杀灭了产品自身带有的微生物，同时密封使得外界微生物无法进入产品内部，从而实现长时间保存。这样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不会腐败，其最佳使用期呢在1年内。所以大家有想要保存的肉类食物呢，不妨都试试这个方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